6万年来，神界尘封，真神绝迹于世，人间兵灾不断，天祸连连。我不忍人间受苦，与天后勾结，一时糊涂，反遭利用。如今一死，也是罪有应得。只是必系身死，煞气再无人镇守，人间必定生灵涂炭。我实在有负白绝真神所托。上君请放心，这100年间，我定会抵挡煞气，守护人间。100年后，归还镇魂塔，以镇封印中的煞气。小神君是心有大德之人，将来必定庇佑3界。仙君镇守煞气，保护人间6万载，您的功德不输当年神界诸神。小神君，不必再为我寻公道。大殿下终是天地之子，能得你原谅，老朽已是瞑目。我们终究还是来晚了。后知，不要太过自责。请进。夫人。你怎么了？我大哥他犯了大错，我却因为手足之情，不忍向父神揭发他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无需自责。我是天宫少君，生来便是要庇佑苍生和3界的。可是我保护苍生，就会失去血亲；如果保护血亲的话，又将置苍生于何地啊？就算苍生怨你，你还有我。不仅仅是苍生，还有你。我大哥是害死你养父之人，而我却……说到底，还是因为我软弱，是我配不上你。你别说了，这就是你的答复吗？真心的。真心的。多少回忆伏笔为你。好，往后山高水远，你我再相逢的时候，就只是朋友。颠沛流离，再让思念拥抱背。我父神这个宝物呢，一旦绑上，就生生世世永结同心。你看你这样笑起来，不是块木头脸，特别好看，多笑笑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动心便是动心，未动心便是未动心，你就不能给句痛快话？我心里有你，你若愿意跟我在一起，以后不论天上地下有何困难，我与你一起面对，生死不离。皇天在上，
白硕在此请求诸神众仙一定要保佑神仙姐姐跟青木哥哥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。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，多子多福，十全十美。碧玺上君庇护人间6万载，功德盖世，可世人却不知道他的存在。而我何德何能，受百姓这样的香火？后池，若是你想将景阳的罪行告知天宫，我陪着你。就算禀告天地，又能如何？他不会为了碧玺上君斩杀自己的亲生儿子的。如今我才明白，在这3界之中，只有拥有力量，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。如果我任性妄为，只会给青池宫和父神添麻烦。此事，我们一定要想个妥善的解决办法。碧玺上君将这人间100年的平安托付于你，我也不能光看着你在神隐山用修为净化煞气，一个人受累。你放心，我会在3界各处寻找煞气，消除它们，为人间减少灾难。谢谢你，青木。后池，若这3界是你心之所系，我便替你护着人间万事太平。怎么了？这话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那是自然，自我们瞭望山相遇，这种话我讲了1000遍万遍了，你自己心里不记罢了。怎么会？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我只是突然想到，今日我们大婚，也没有跟你喝交杯酒。这很难。在这儿，这里可不行。那在哪儿？我早就设计好了一处秘境。中依然清晰，寸一寸光阴换回你，一生一抹总是心意。直到遇见你，千方百计等下一世晨曦，重新再相遇，毫不犹豫，银河里陪你去远行。彼此感应，靠近。娘子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同甘共苦，永不分离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既无彩月，又无星火。像不像星火？比星火更美。是啊，的确比星火还要美。明日你就要去神隐山了，我真的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。确定拥有了你，就像呼吸氧气，幸福的距离，忐忑前行，尝尽所有不可思议。彼此感应，靠近，三言两语，
昔日曾闻这神隐山乃是上古时期封印九尾狐之地，想不到6万年了，这神印威压还是这么深。真神之压自是不同，不过我已经问过景剑了，这神隐山的结界虽不容仙妖穿过，但气灵却不受阻。我的小纸人便是气灵，让他陪着你一起吧，记得常常给我捎消息，免得我挂记。对了，家业给你带的甜食干果你带了吗？带了。还有那些灵药灵符，虽然你现在修为大涨，但是山中凶兽众多，我会担心的。带了，啰嗦。我这不是……你在哪里？青涩容颜，随着记忆尘封时间，眼中缱绻，如今锁在眉间。100年以后，你要记得来接我回家。我就在这儿等你回家。梦影落残缺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你需要去做。何事？关于景阳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我真的走了。如幻亦如电，无力亦无解，只为曾经灵犀一眼，不会自修炼，哪怕一人相赴约的眷恋。长雀，是何时辰了？神君，刚入辰时，想必小神君已经到神隐山了。您不去相送吗？不必了。小神君自我放逐，您可是舍不得。舍不得又有何用？一个要走，一个要留，像极了天意。我担心。但愿这100年无事发生。这地方被神印封了6万年，怎么这残余的神力力量还如此的强大？这里怎么会有一处竹屋？这分明是伯玄在瞭望山的住所。谁把他搬到这儿来了？景渊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看本尊舍弃了一切尊荣，独身前来陪伴，是不是很感动啊？我昨日已经说得十分清楚，我是后池，不是上古，请你莫要再胡闹了。我知道这神隐山的结界本就是你们设的，困不住你。你走吧。我既是来这受罚的，便不用你来作陪。好了好了，本尊知道。你就是你，但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地方你出不去，那青木又进不来，本尊偏生就要待在这儿，谁也别想赶我走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我如今已是青木之妻。打住，我可没有那么多想法。只是放你一人在此，本尊如何放心得下呀？
况且这地方6万年没人住过了，荒山野岭的，什么都没有。若是没有本尊的陪伴，这100年你怎么过呀？所以，你就把这竹屋搬过来了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臭烘烘的，你养这些干什么呀？我父神最爱吃烧鸡，待来日我出去了，总不能空着手去见他老人家吧？你倒是孝顺，想得长远。这些鸡鸭又臭，毛又会乱飞，神尊要是觉得不方便，自行离去便是。巧了，本尊这几日正想做一个胆子，正愁没地儿找鸡毛呢。后池进山之前，让我将景阳所作所为是否公开的决定权交给你。这是何意？很明显，希望由你来奉劝景阳，劝他早日回头是岸。碧玺已死，即便杀了景阳也于事无补，但若能借此约束他造福苍生，就更有意义了。想不到后池竟有如此的心胸，真让人羞愧啊！有其夫必有其妻啊。青木，我虽然没有办法将此事禀明父神，但我一定尽力规劝我大哥，让他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。既然你们如此信任我，我也该回报于你们。这是我从天宫带出来的。自从地宫煞气泄露后，部分煞气入世，天宫仙将巡查人间，已经把人间遭受煞气之处尽标其上。你们只要按图所记，定可以自行化解。谢了。你跟着我做什么？和你一起去化解煞气啊！哎，不用了，就留在天宫吧。可是此事毕竟是我大哥犯下的错，真的不用。现在仙妖议和之事尚无定论，天帝又忙于政务，一定会依仗于你。你若这个时候跟我去人间平煞气，岂不是大材小用？你安心留在天宫，辅佐天帝吧。可我若是什么都不做，我心中有愧啊。比起这些，我更希望你多想想自己，还有凤然。景谦，我知道你的难处，但是你一味的逃避，恐怕会误了缘分，到时候后悔就晚了。这就是你的答复吗？好，往后山高水远，我们再相逢的时候，就只是朋友。二皇子，二皇子，你好久都没来青池宫了，我这里去通报长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是来找青木。瞧我这记性，青木太医经去人间化解煞气去了，我改日再来拜访。二皇子，既然来了，就进去喝杯茶吧，不然要是被长座知道了，又要说长雀不懂待客之礼了。我还有其他的要事要办，改日再来拜访上神。告辞。是。奇怪，说什么是来找青木上君的？明明是来找长座的，不行，我得去通报一下。长座，你自打从人间回来，每日就在这里练剑，你不累我都要累死了。长座。长座，长座，二皇子来青池宫了。他来了。嗯。不见。人都已经走了。他走了。嗯。你在哪儿瞧见他的？
他刚才还在山门外说什么是来找青木上君的。我请他进来喝茶，他也不肯，说改日再来拜访。明明青木说景剑今天给他送行啊，什么破借口啊！我最讨厌他这犹豫不决的性子，我这辈子我不原谅他。正座，你和二皇子闹掰了？哦，难怪你这几日只知练习，茶饭不思。你胡说，我跟这个人没有关系啊！以后你们不许在我面前提起他。你们俩要是谁在我面前提起他，我就把你们的舌头全给割掉。下去。是。哎，等等我，快走。究竟是谁那么大能耐，惹恼了我们凤染上君呢？神君，神君您就别取笑我了。天宫和青池宫向来不相为谋，以后青池宫啊不允许天宫的人踏进来半步。我倒从来没把景剑与天宫的人一视同仁。景剑此人正直善良，后生可畏。他若是想来青池宫，本君倒是欢迎他进来坐坐。神君你就别跟我唱反调了，他什么正直善良，分明就是一个口是心非、呆板木讷的人。心结靠赌气是解不开的。景剑乃是天宫的二皇子，身负3界重任。他若眼里只有儿女情长，又如何对得起他的身份？再说了，天宫与青池宫本来就不交好，你又与景阳有过节，他若不顾自己的立场，轻易许诺于你，岂不显得草率不负责任？可是他……好了，相信本君，本君倒认为他是思虑周全，是一个值得你托付终身的人。你再好好想想吧。时至今日，你竟还在颠倒是非。6万年前，便是你对于……妖神并未恢复真神之力，但他迟早会找上我为月迷复仇，变得更强，是我唯一的出路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厨艺精湛，妖神大人，你做个饭都要把房子给毁了，玄金宫是如何撑到今天的？这房子毁了，再建一所便是。等一会儿烟散了，你载我去试试。你还要再试？依你的做法，我是活不过100年啊！那怎么能行呢？本尊说好要照顾你的饮食起居，那烧饭做菜就是必须的呀。我来做饭。那怎么能行呢？说好了本尊陪你，怎可让你再受累啊？还好本尊聪明，青木都没尝到后池亲手做的饭，本尊先吃到。也不知青木此时在做什么。是你，人间6城跟着我的人都是你。若公主殿下担忧我会将大殿下之事捅破，大可不必。后池已经将决定权交于2殿下，
我也绝不会反对。公主请回。青木，我只是想谢谢你。难道你我像朋友一样相处，也不可以吗？你与我来说，永远都只是天宫的三公主。我还要清除人间煞气，片刻不得耽误。还请公主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没想到，神隐山威压虽重，却长了这么多灵材仙草，我都采些带回去，给长雀炼药。竟是上古时期的仙草地修。《山海经》有言：“地修黄华黑石，福者不怒，食之而忘忧。”我定要采回，送给青木。是不是青木来信了？无期后齿，见信如晤。分别已有2年，不知你在神隐山中过得可还好？地北城中已是深秋，舒儿长大了不少。别把命运百转千回，终会重来。雨满眼成海。上次信中你提及静渊之事，我心焦难眠，趁斩灭煞气之际，去妖族问询。长青告诉我，妖神灵力虽强，可也有弱点，那便是酒量颇差。若他在神隐山中烦扰你，你便用我上次送你的酒方，令他昏睡几日，也好了得清静。用一生书写等待。你那酒方我已试过了，什么昏睡几日，分明是腹泻不止。2年不见，想不到青木上君还是如此幼稚。后池，此信到你手中时，我已前往北海附近的人间城池。听闻此处的红谷最为好吃，为父定会买给你。光断天涯终不悔，谁不曾替代？愿有天醒来，往事前尘被揭开。心中神隐山风景绝美，若有机会，只想与你一同来看。近日我也在按照你给我的煞气地图释放修为，净化煞气，但我仍然担心你在外面找寻煞气遇到危险，指望你照顾好自己，不要让我担心。泪化作云彩，雨滴落心海。后池，100年轮转，竟如此难熬。与你悠然世外，爱已过千载。杨二，这怎么可能？天君莫急，此事也只是夏君的一些猜测，还需验证一二。因无患前往九幽，杨二心里早有心结。但若人间煞气一事和碧玺失踪真是杨二所为，本君绝不姑息。天君公正，实乃诛仙之行。只是还有一事，也需天君裁夺。日前，仙妖2族在罗刹地开战，
妖族人口口声声说其族人被我天宫掠走，起先夏军只是当他们信口雌黄，以此挑起事端。但在一偶然契机下，夏军在仙界某处发现了这些理应被关入天牢的战犯，个个死状可怖。灵气枯竭，形容枯槁，魔气。虽然魔神在6万年前被众神消灭，可人间怨孽煞三级皆可成魔。倘若这战犯真的是从我天宫走失，那这人定与天宫脱不了干系。东华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不得泄露。天君放心，夏军定当守口如瓶。父神，不知父神即灭儿臣前来，可是罗刹帝又出了何事？你不必惊慌，我唤你来，不是为了战事，是想让你去梧桐林一趟。梧桐林？当年凤云长老陨落前，将凤族族长之位传给了你母神。你母神身为凤族族长，现在却入9幽100年，凤族事务不可一日无君。你身为白凤之躯，理应接掌凤族族长之印玺。可是父神，儿臣资历尚浅，不胜此事。再者说了，母神虽然身在9幽，但是不日便可归来。本帝此意已决，不必多言了。你是本帝之子，有何不可？且去吧。是。什么？天帝竟然让剑儿打理凤族？天后，凤族是您的心血，丹二殿下也是您嫡亲的人，由他打理凤族有何不可？属下多言。告诉你也不是不可。本君有些秘密，藏在凤族梧桐林中，不想让剑儿知道吧？本君让你利用妖族兵将，你做得如何？一切按天后吩咐。此灵丹内有大量妖族兵将的灵力，可助您净化魔力。都怪本君一时疏忽，竟然让魔气进入体内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如今之计，只有通过吸收仙妖大量的灵力来净化体内的魔气。天后放心，属下定会为天后寻找更多灵力。哼！自本君打理凤族起，没有一天不尽心尽力。这6万年，梧桐林在本尊的庇护下，族人无不对我歌功颂德。他们欠本君之情，也是时候该偿还。天后是要牺牲凤族族人？凤族存世10几万载，从来没有人有过本君的地位。若本君坠魔，族人蒙羞，凤族再难立足于3界，比起尊荣，区区几百条性命又算得了什么？天后，你我主仆多年，本君要是哪件事情东窗事发，和你都脱不了干系。属下明白。最近丹凤长老如何？还是老样子，整日疯疯癫癫，听闻都快作画了。这令宇已经附了本君的神识，你这就前去，把它交给丹凤长老手中。天后是准备
是为了净化本君身上的魔气，守住梧桐林的秘密。本君别无选择。是。不至于吧？这菜好歹我也做了几次了，虽比不上你的手艺，可也不至于如此啊。怪我，早晨早饭我贪嘴多吃了几口，许是撑着了。来，你再尝尝这鱼，河中鲜鱼，最是鲜美。来，我喂你。哎，后池啊，你虽说灵力不济，但你好歹也是个神仙啊，怎么现在宛如肉体凡胎？莫不是生了什么？我体内怎么会有这样的灵力？殷红二字，后池，你莫不是有了？后池，这阴阳调和，万物交融，乃是正理。我们虽不在凡俗之中，可你也不必。后池，哎，后池，后池。咱们守住这个秘密，当面告诉青木好不好？奇怪，平日梧桐林百鸟齐鸣，今日为何如此安静？糟了，凤族出事了！夫人，怎么是你？真晦气！料你也没伤着，你赶紧走吧。梧桐林只怕有变。不知凤冉上君是从何处得到的消息？好好说话，别阴阳怪气的。算了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自己看吧。我即将作画，希望在死前和你见面，告知你的身世。你的身世？何人给你写的信？不知道，反正是从凤族寄来的。凤族？看刚才的字迹，好生熟悉，像是凤族的丹凤长老写的。丹凤长老？嗯。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啊青木，你做什么？阁下究竟是何方妖魔，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青木，你疯了不成？什么妖魔？我是凤冉。你入魔了，连我也不认得了。景剑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。
生月落下，沾冬雪更迭存在。别怕命运百转千回，终会重来。雨满眼成海，回忆长青苔。思念无碍，万千朝夕离不开。看多少个春秋来回，守着年岁。悲伤终不停轮回，也不曾离开。远远的存在，爱如明月照山海，用一生书写等待。多少次候鸟千回，守着年岁。望断天涯终不悔，谁不曾替代？愿有天醒来，往事前尘被揭开，心中将为你坦白。多少沿途看过的花败了又开，也许离散伏笔，未来终会流转。泪化作云彩，雨滴落心海，等到云开天晴已色然，将来与你悠然时